KTV 同学聚会，我仅仅上了个厕所的功夫，回来就看见女友和班草玩真心话大冒险。他们脸贴着脸，将扑克牌从左脸移到右脸，扑克都被钻出了个洞。所有人目光一致看向我，以为我会发火。我笑着掏出房卡，房号808，快去吧。女友当众皱眉，这点小事就生气，难道你就没错？KTV 聚会那夜，苏芊芊和许大海当众贴着扑克嘴对嘴拉丝，这件事已经过去了3天。我沉思3天都没想明白自己错在哪，只知道原本还炙热的心终于支离破碎，彻底无法愈合。反观苏芊芊一副没事人的模样，今早还找我说话，递给我2张电影票。3年来她一向如此，补偿什么礼物取决于她伤害我有多深。我患得患失，总觉得离开了苏芊芊后什么也不是，所以每次吵架，假若苏芊芊不主动，我都会主动服软求原谅。只有当苏芊芊工作遇到障碍了，才会正眼看我，温柔地喊句老公，而我会开心地像个孩子原谅他的一切。怪我太自卑，什么都依着他，妄图将这份感情继续维持。但现在我心如止水，看着他手中的2张电影票，眸光中经不起一丝波澜。哪怕这是我最喜欢的漫威电影，哪怕我无数个睡梦中都想做到和女友一起看科幻片，但现实比梦境要残酷得多。苏芊芊说，女孩子怎么可能去看科幻片，要我一个人去。可徐大海每次邀请苏芊芊去私人影院、汽车影院，苏芊芊都会当场答应，精心打扮，穿上黑丝，喷上香水，哪怕那电影烂到极点。事后徐大海都会发个朋友圈，生怕我不知道他们去看电影了。我难过到学会喝酒，把酒当饭一样狂炫。苏芊芊从来不解释，只劝我格局大点，何必脆弱。晚上电影都快开场了，苏芊芊果然没来。我一改以往，放弃了给苏芊芊打电话发消息的念头，默默地买好爆米花和饮料，检票进场。一辈子很短，总要为自己活一次。虽然旁边空了个座位，但丝毫不影响这部电影的精彩，将我的心以另一种方式重新激活跳动。没了它，我还能趁着尿点时去抽根烟，真爽。我吞云吐雾，终于发现了看电影的新方式。电影散场，我去买烟，却在一所酒店门口撞见苏芊芊和徐大海，酒味夹杂着烟味扑面而来。徐大海挑着眉头，眼神挑衅地对我说道，芊芊喝多了，你也没必要专程来找，看你那小心眼的样，我开好了房，保证让她好好休息，不会有意外的。老公，今晚。苏芊芊眼神迷离，红唇微张，我直接打断，这才几点就睡，楼下就是酒吧，喝开心再睡岂不更惬意？要玩就玩开点。类似今晚这种放我鸽子跑去陪徐大海的情况，我习以为常，因为发生的次数太多了。唯独今晚我心平气和，没有任何情绪波动。说完这句话之后，便拿着烟离开了。月光借路灯洒在我脸上，既驱散了我心中的黑暗，也照进了我的心田，使它重焕新生。我才走过了一条街，苏芊芊从我身后喊住了我，接着她穿过人群走到我面前，找个地方我们谈谈。苏芊芊说道。我点点头，找了个咖啡厅，2人坐在角落。刚坐下，她就开始解释，别想歪了，之所以陪徐大海喝酒，没跟你去看电影，是新项目他在审核，但他喝多了，这酒店是给他。奇怪，苏芊芊可不是会主动解释的人，现在我并不在意，他好像还不乐意了。换做以前，我主动找他聊，他都爱答不理，开口也只是帮徐大海解释，我每次都气得吐血，甚至情绪崩溃。现在倒是破天荒他开始主动了，不过我已经坦然放下，也不想知道什么原因。我淡淡说道，他的作用的确很大，你陪好他就行。苏芊芊看向我，眼睛瞪得很大，他想不明白我竟然会这么说。买单，你自己回去。他起身去付钱，语气冷淡。我知道他生气了，因为我没在外人面前给他面子，也没给他台阶下。结完账，顾泽言，你以为你就没错吗？你真该好好反省一下，为什么你格局比不上徐大海？他摔门离开，方向是之前的酒店。帅哥，你不去安慰你女朋友吗？收银小妹问道。我摇了摇头，默默点燃一根烟吐出，随他吧。我想不通我反省的逻辑，或许他说的对，我错就错在太纵容他了。回到家，我难得没喝酒，不像以前那样坐在沙发上一瓶接一瓶，烂醉如泥，也等不到苏芊芊回家。回来了也是一顿骂。当心中放下后，我酒瘾都给治好了，不需要酒精助眠，我都睡得香甜。第二天睁开眼，苏芊芊并未回家。我起床拔下充好电的手机，刚打开朋友圈，就看到了苏芊芊昨夜的动态，是好友帮拍的视频。苏芊芊和徐大海在酒吧的舞池里疯狂摇曳，2人紧紧贴在一起，气氛嗨爆。果然少了我从中阻拦，他彻底放飞自我。也好，至少我不会像从前那样发疯阻止，然后满世界找他。现在我非但不吃醋，还特地在下面点了个赞，然后吃早餐去上班。我是一名医生，今天病人很多，差点把苏芊芊彻底忘了。换做以前，我就算工作再忙，都会利用碎片休息时间给苏芊芊问个好，维护一下感情。要是苏芊芊回了，我能开心一整天，哪怕她只是敷衍的6点下班。刚进家门就发现苏芊芊坐在客厅，将一条项链摊在手心，刻意让我看见。这项链太漂亮了，徐大海真懂我。他说话声音提高几分，生怕我听不见。可我直接无视，直接去了书房，写了一支报告，打算换个地方上班。顾泽言，
苏芊芊第一次急了，她横在我面前摊开项链，这项链你都看不见，你是瞎了吗？哦，款式不错。我点了点头回应。那你没听到这是徐大海送的？苏芊芊追问道。我微微一愣，伸手拿过项链放在眼前。好贵的，你干嘛？你要是弄坏了我会生气的。苏芊芊秀眉高扬，像个高高在上的大小姐。她还以为我会像以前一样被她玩弄情绪。好东西，多戴戴。我顺手就帮她把项链戴上了。她愣在原地，我却走进了书房。其实不用她这么高调，我都知道徐大海送了她一条项链。几个小时，徐大海的朋友圈早就发了动态，说项链是意大利手工的，价值几十万，其实就是几块钱的地摊货。不光是项链，徐大海从头到脚都假的可笑，一身衣服假的，手表假的，开的车是租的，送给苏芊芊的礼物都是以次充好的。我无数次揭穿过，告诉苏芊芊这些都是假的，可她不信。我本以为苏芊芊是心盲眼瞎，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假货。直到一次徐大海送了一枚钻石戒指，价值几十万，结果鉴定是假货，是几毛钱一斤的玻璃工艺品。我将一切告诉苏芊芊，可她不屑一顾，将证据丢在地上，笃定道：假的就假的，我喜欢不行吗？这时候我才醒悟，原来真的假的根本不重要，原来心盲眼瞎的人是我，不是他。可那时我心中只有恐慌，我害怕失去苏芊芊，害怕我太强硬了，苏芊芊直接回归前男友徐大海的怀抱，所以我变得更卑微，多傻多天真。可现在我已经变了。将离职申请写好，关上电脑时，苏芊芊早就跑没影了。很明显，我再三拒绝给她台阶下，她已经失去了耐心。不过这些都和我没关系了，我放下了，不用再像以前一样委曲求全，疯了一样四处找她，也不用等她一脸冰冷听着我不断道歉，累了倦了才赏赐和我说一句话。现在我只会像昨晚一样过好自己，并且我已经准备好了离职，准备好了离开这座城市，去感受新的生活，甚至我还可以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开个义诊，免费给村子里的乡亲们看病。从前我就仰慕父亲能够得到病人的感激，帮助许多人摆脱病痛。后来我成了医生，却陷入了爱情的泥沼，为了苏芊芊将自己禁锢在这里，每天都想着怎么讨好苏芊芊，想着给她一个温暖的家，想着给她一个优渥的生活，想着给她更多的尊严和体面。总之我的心思都花在了这些琐事上，最后却换来一场空，换来了苏芊芊的冷嘲热讽，换来了徐大海的挑衅不屑。我之前经常情绪崩溃，明明是个医生，却比谁都像个病人。果然医者难自医，而现在我却发现内心的疾病正在缓缓愈合。接下来好几天我都没有和苏芊芊说话，我没有给她准备爱心早餐，也没有晚上伺候她宽衣解带，我只需要管好自己，那叫一个舒坦。同事们都说我精神面貌好了很多。这天早晨，苏芊芊瞪着眼摔门离开，我视若无睹，刚到医院就接到了苏芊芊闺蜜打来的电话。顾泽言，我才发现你这么心机，连自己女人都欺负，不爱了就放手，芊芊选择多了去了。闺蜜气势汹汹，一副兴师问罪的态度。我放手了。我打断她说了这句话，电话那头久久没有回音。顾泽言，你闺蜜几次想说点什么，却如鲠在喉，憋不出个话来。我挂断电话，懒得理会，将自己的东西收拾好，准备离开医院。想到苏芊芊闺蜜的话，我就觉得可笑。苏芊芊选择多了去了，难道我就得在一棵树上吊死？这世界没了谁还是会转的。顾泽言应约参加苏芊芊名为道歉的晚餐，却在包厢门口撞见她与徐大海亲密交杯。院长同意了我的离职，趁我临走之际也跟我说了不少。这么多年感情，他虽不舍，却也支持我的决定，甚至还告诉了我不少义诊需要注意的事项，以及地方财政补贴之类的问题。聊了几个小时，我能规避99的弯路。正当我看了一眼时间，发现同学群里再次玩起了真心话大冒险。真心话：如果苏芊芊单身，你是否愿意娶她？发起者是苏芊芊的闺蜜，参与者是所有同学。这游戏一发出，同学群就炸了，纷纷艾特我和苏芊芊。苏芊芊没有冒泡，我知道她在窥屏，之前类似的事情并不少见。每次我都气得浑身发抖，在群里让大家别开这种玩笑，苏芊芊就会跳出来，都是同学，开个玩笑有什么关系？你至于这么生气吗？并且他还会打来语音电话对我劈头盖脸一顿骂，说我心胸狭隘，格局小之类的。我会跟他大吵一架，然后我服软认错，等他原谅。久而久之，我竟然被同学们冠以小气鬼的外号。这次我没有在群里说话，在按下不愿意的同时退出了群聊。一时间同学群炸了，怎么回事？顾泽言不仅选择了不愿意，还退出群聊了？不至于吧，开个玩笑而已，生这么大的气？只有徐大海见机发表，既然顾泽言不愿意，我愿意照顾苏芊芊，守护她一生一世。消息刷屏，不过我已经看不到了。眼不见为净，我收拾东西打算搬回家，过2天离开这个城市。正在此时，苏芊芊的电话打来了。当我以为苏芊芊打算破口大骂时，她却一反常态，语气十分温柔。泽言，今晚一起去吃饭吧。不去，我果断拒绝。这要是以前，别说苏芊芊请我吃饭了，哪怕是说跟我散个步，我都高兴的飞起。再不济也能防止苏芊芊和徐大海一起玩，一起互动。只不过现在我已经失去了兴趣，该怎么样怎么样吧，一切都与我无关了。泽言，
你先别拒绝，你听我说，同学群里的玩笑的确开得不合适，我们几个同学商量了一下，决定要当面跟你道歉，特别是我闺蜜，她也知道错了。她语速很快，生怕我立刻把电话挂了。行吧，我答应下来。的确，她闺蜜和群里的一些同学之前太过分了，现在道歉请吃饭也不是不行。我留在这个城市的时间也不多了，如今正好趁这个机会告个别。苏芊芊的闺蜜不是指责我说不清楚吗？那么今晚就彻底说清楚。晚上我来到赴约的烧烤店，刚到包厢门口，就听到了熟悉的声音。借着门缝，只见徐大海和苏芊芊两人撞着酒杯，甜蜜交杯，看起来郎情惬意，看起来甜蜜幸福，好像他们本就是一对，而我则是个不速之客。很有可能苏芊芊的想法跟我一样，都打算在今晚摊牌也好，彼此挑明，免得纠缠不清。顾泽言来了，快进来一起。几名同学注意到了我，赶紧起身跟我打招呼。原本还在甜蜜聊天的苏芊芊赶紧停止了聊天，眼神中带着慌乱看向我。芊芊，继续喝呀。徐大海表情不满，旋即才假装做出刚看见我的模样，眉头上挑道。顾泽言，就跟苏芊芊喝点酒，活跃下气氛，你应该不会介意吧？不管是语气还是神态，徐大海都充满了挑衅十足的意味。很明显，徐大海是故意的，目的就是让我收不住脾气，跟他发生冲突，然后好在苏芊芊面前无限贬低我，说我度量小，开不起玩笑之类的。这样苏芊芊就会义无反顾地站在徐大海那边，抬着头趾高气扬地指着我欺负人，心眼小。如果只是说那就算了，按照苏芊芊的脾气，他会让我当众给徐大海道歉，哪怕这件事错的并不是我。最终我在同学眼中沦为了笑柄，承受其他人异样的目光。这么多年来我都是这样过来的，可能因为太害怕失去他，我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。现在我累了，我懒得理会，表情淡然，不介意，你俩随意喝。说完我就找了个离苏芊芊最远的位置坐下。徐大海显然没想到我的变化，在愣了一下之后，嘴角扬得更高，一脸得意的表情。苏芊芊则是错愕，她目光呆呆地愣在那里，嘴巴微微地张着，动了半晌也没能说出一句话。同学们看着我，又看看苏芊芊，神色都有些尴尬。闺蜜本来想说点什么，但是看我这副态度，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。要不是服务员正好端着菜进来，打破了沉默的气氛，现在都还没人开口说话。那个顾泽言，我先跟你道个歉啊，群里的游戏是我不对，下次保证不开这样的玩笑了。闺蜜率先开口打破沉默，她也看出来了，我和苏芊芊之间的气氛不太对劲。你是不是和芊芊吵架了？都老夫老妻了，有什么好吵的？其他同学也顺势道歉一番，然后劝和。徐大海见状，有些不爽地数落道：顾泽言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一个大男人，心眼是真够小的。不就是那天苏芊芊没跟你去看电影，跟我喝了点小酒，瞧把你委屈的，都跟苏芊芊冷战好几天了。我要是你，放着苏芊芊这么好看的女朋友，宝贝的跟什么似的，你反而不好好珍惜啊，真是不懂知足啊。她夹着花生，喝着小酒，一副长辈的模样，可话里话外全是阴阳怪气。而这样的话，周围同学也不觉得奇怪，继续劝起我来。嗨，还以为多大点事，电影什么时候都能看，两个人相处啊，还是要互相包容。没错没错，大家都是这么经历过来的。同学们耐心劝导。泽言，明晚我陪你去看新电影，就看你最喜欢的科幻片。苏芊芊终于开口了，但和其他人一样，她根本没有意识到问题的重点。我表情始终平淡，看向苏芊芊那期待的眼神，开口道：没空。包厢就这么大，我的声音传入了所有人的耳中，气氛再次尴尬了起来。现场安静的落针可闻。我夹了一些菜吃着，不顾苏芊芊及其他同学的目光。情侣吵架很正常没错，应当包容和信任也没错，可这所有的前提是双方相互包容和信任，而不是单方面的，应是有底线，而非一味退让。相恋3年前见，我从未对苏芊芊大声说过话，纵然苏芊芊将我辛苦筹备好几天的医学研讨论文删除，我都没发脾气。哪怕在徐大海出现后，眼看两人走得越来越近，我感受危机，也只是找苏芊芊谈心沟通，不给她一点压力。可这些有用吗？答案是没有。苏芊芊把一切温柔都给了徐大海，我生气吃醋，苏芊芊只会嫌我烦，要我好好反省。徐大海闹脾气耍性子，苏芊芊则温柔贴心安慰，就像哄小朋友那样有耐心。假如在座的同学经历了跟我一样的事情，他们又能忍多久？这是你最爱吃的红烧肉。苏芊芊破天荒地做出了服软的举动，夹了一块我最爱吃的菜递给我。如果是之前，我肯定感动到流涕，能让苏芊芊给我夹筷子菜，简直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可现在我已经完全没有了感觉。不用了，我吃饱了。我放下筷子，起身擦了擦嘴角。苏芊芊就这么一只手夹着红烧肉，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。徐大海一脸不爽起身，不是顾泽言，你也没必要这样为难芊芊吧？伸手不打笑脸人不知道吗？你就算再生气，也不能让她下不来台。我笑了，我生气？她是哪只眼睛看出来我生气的？不过我还是解释道，道歉我已经收到了，饭我也吃得差不多了。我宣布一件事，接下来我要离开这座城市，去山村一诊。诸位同学，有缘再见。话音落下，包厢里再次陷入了可怕的安静中。苏芊芊美眸圆瞪，目光呆滞地看着我，表情肉眼可见的震惊。奇怪，我走了，她不就可以和徐大海光明正大在一起了？苏芊芊为何露出这种表情？是因为我先提出分离，没能再次践踏我的自尊心，所感到失望吗？
同样吃惊的还有闺蜜，她是万万想不到，在微信群里的一个玩笑，成为了我和苏芊芊最后的一顿饭。其他同学不知所措，但徐大海发了神经一样，率先鼓起来掌。旋即，包厢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我估计徐大海是因为高兴忍不住鼓掌，毕竟我不在了，他就更方便了。我也没多说，随意聊了几句，就找借口离开了。刚下楼没几步，苏芊芊追了上来。顾泽言，你刚刚都是开玩笑的对吗？你可是3甲医院的主治医师，你为什么放弃这里去山区义诊？苏芊芊美眸死死盯着我，不可置信道。没开玩笑，我面无表情道。为什么啊？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？为什么非要在这种场合宣布？你一定是故意气我的，对吗？苏芊芊秀眉皱起，追问道。我愿意就行，跟你有关系吗？我淡淡反问。苏芊芊一愣，这句话显然让她想起了什么，脸色有些难看。其实这句话就是平日里苏芊芊对我说的最多的话。过去3年，苏芊芊经常喝酒，夜不归宿。我担心苏芊芊的安全，也总是劝她少喝酒，别去酒吧，早点回家。她冷着脸，一脸不高兴，每次都会呛我。我愿意就行，跟你有关系吗？我气到吐血，每次都吵得很激烈。可吵完之后，苏芊芊依然我行我素，还当着我的面出去跟徐大海约酒局。大概我只知道治病，治不了他的天性。山区义诊3月后，内心安宁的顾泽言接到旧友电话，惊悉苏芊芊精神崩溃。芊芊，酒还没喝完呢，你闺蜜和同学们都等着呢，快跟我回去。徐大海不知何时出现，一把抓住苏芊芊的手。换做以前，苏芊芊肯定是跟他走了，可今晚苏芊芊一脸挣扎的表情，下一秒弹开了徐大海的手。我亲戚来了，跟顾泽言回家看看，同学那边聚餐下次吧。你也回吧。苏芊芊扶着额头说道。真的？怎么吃饭前你没说这事？你该不会在骗我吧？徐大海一听，露出了一副有些伤感的表情。希望你别骗我，不然真的会很心痛的。一个大男人做出这种做作的表情，我看着都觉得恶心，可偏偏对苏芊芊就有奇效。每次徐大海这么操作，他都会觉得心里过意不去，然后听从徐大海的安排。但如果这么做的是我，那就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况。苏芊芊会指着我鼻子骂我大男人，娘们唧唧的，然后让我自己回家反省。曾经我对人难以忘怀初恋，这种说法嗤之以鼻，但现在我深信不疑。徐大海是苏芊芊的初恋，因此不管他做了什么，怎么表达，在苏芊芊眼里都会跟常人看见的不太一样。就宛如徐大海是那9天悬挂的明月，照耀着苏芊芊，成为了他心中不可磨灭的白月光，而我不过是风残云逐的烛光，哪怕散发全身的余热，也无法照亮苏芊芊的心。也许这就是命运吧。我转头想要离开，令我意外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。苏芊芊颤抖着声音道：大海，你回去吧，我今晚真不舒服，改天再约。好吧。徐大海一脸不甘地叹了口气，失落地回头，似乎想要引起苏芊芊的同情。可苏芊芊全程没有看他一眼，紧紧追上我的步伐，还帮我拦下了一辆出租车。坐在车上后，他第一时间就朝我解释，今晚这个聚会我没约徐大海，是他恰好在附近办事。恰好？那可真是太巧了。不过这些事情跟我都没什么关系。我点了点头，稍微摇下一些车窗，迎着风安静地看着夜景。见我沉默，苏芊芊没有像往常一样大发脾气，而是默默地偷瞄我，几次张嘴想说话，可又不知道说什么，只能蜷缩着身子，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。这样的苏芊芊反而令我有些不自在。以前的苏芊芊压根不会关注我，偶尔开口跟我聊天，都宛如赏赐我一般。特别是徐大海在场的时候，直接把我当作空气。今晚倒是奇怪得很，但这一些疑惑只在我脑海中维持了几秒钟，就烟消云散。管他呢，想那么多干嘛？现在都跟我没关系了，还不如欣赏这城市最后的夜景。后天我就要离开了。回家后，我直接去了书房，把书籍和电脑里的文件整理好，然后打包一起邮寄出去。还没忙活多久，苏芊芊就穿着一套性感的睡衣，端着一杯热茶走了进来。亲爱的，这么晚还忙工作呢？我给你泡了杯红茶提神，赶紧趁热喝吧。温柔的话语如春风吹拂，我有些诧异，目光对视苏芊芊，才发现她面色微红，柔情似水，真是令人怀念啊！曾经这样的她，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，那是我内心最柔软和深刻的记忆。可上一次在什么时候遇见，我已经记不清了，现在也不重要了。谢了。我继续整理着电脑里的文件，他将茶杯放在旁边，走到我旁边问道：你怎么突然把这些资料都删除了？这可是你之前准备了许久的医学论文材料。老公，难道你真的要去山区义诊？苏芊芊心里瞬间慌得不行，语气都变得颤抖起来。对，后天就走。我没抬头，苏芊芊也没说话，直到热茶变凉茶，我整理好一切，这才疲倦地躺在了书房的小床上。而苏芊芊也不知道何时离开的，兴许是我太专注，没有注意到她的离开。不过这些都不重要，今天足够累，瞌睡很快就来临了。迷迷糊糊中，我似乎听到了耳畔传来低沉的脚步声，下一秒柔软入怀，这难道是梦？微微冰凉的皮肤传递着温度，同时还伴随着沐浴露的清香。熟睡中，我感觉被紧紧抱着，一切虚幻都变得真实起来，温柔且细腻。我甚至能感受到微微的热气喷在手臂上的触感。苏芊芊极为难得地抱着我，而距离上一次还是1个月前。那天我流感发热，浑身冰冷疼痛，就问苏芊芊能不能抱着我。苏芊芊翻了个白眼，没好气说道：想得美，我才不想被你传染。
可下一秒，同样流感的徐大海打电话来，他二话不说就跑去照顾他了，换来的就是接下来3天，我跟伺候娘娘一样照顾他一切。这还是我精湛的医术下，不然他的病还要多持续几天。可现在苏芊芊主动抱着我，我内心也掀不起任何波澜，那颗炽热的心早就结满了冰霜。泽言，你别装睡了。苏芊芊似乎看破了我，她宛如一条蛇缠绕着我，蓬勃的欲望似乎下一刻就要喷发。明明香软在怀，我却感觉内心一阵恶心。我强行推开她，冰冷的眼神直视月光下的她。我要休息，别打扰我。可是人家想和你一起睡。苏芊芊一脸委屈，红唇轻启，试图再次将欲火点燃。我直接起身下床，制止了她的动作。不管她这一刻是真情还是假意，我早已分辨不清，也懒得分辨了。我们之间，心里的那句结束还没说出口，苏芊芊就像是受了莫大刺激一般，捂住脑袋疯狂摇头。你别说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可是不听就有用了吗？我沉默片刻，想要将那句话说出口，可她似乎早有预料，先我一步冲出了书房，逃也似的离开。我无语凝噎，但不管她在不在场，还是说出了那句话。我们结束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像往日般准备去医院报到，刚起床就发现苏芊芊在厨房一顿忙活，餐桌上豆浆、油条、煎蛋等似乎是刚出炉的。老公，快来吃饭，太久没下厨了，手都烫了几个泡。我一眼就看见了苏芊芊手指上的水泡，从抽屉里掏出一款烫伤膏，说道：凉水冲洗，没那么烫了再涂上去，自己弄吧。今天有几个预约的病人，我也没时间在他身上浪费。等我洗漱完准备出门，苏芊芊可怜巴巴地拦着我：老公，吃点再走呗，实在不行就请个假。他指了指一桌子早餐，可我却没有那个心情。今天诊治完最后一批病人，我就要离开了，我赶时间，你自己吃吧。可是苏芊芊还想说什么，我面无表情地离开，根本不给她开口的机会。我走出了家门之后，隐约听到了抽泣声，可我却没有回头。早知现在，何必当初呢？等晚上我回到家门口的时候，我撞上了徐大海和苏芊芊。徐大海一脸不忿地质问着：芊芊，你怎么回事？给你发消息打电话都不回，你真的不怕我伤心难过吗？大海，我有事，最近还是别联系了。苏芊芊表情为难，可还是将话说了出来。什么？别联系？徐大海一听肺都要气炸。之前苏芊芊可是对他百般温柔的，现在他又如何能接受？他强行拉住苏芊芊的手，不可能，你肯定是为了顾泽言吧？这小子走了就走了，你管他做什么？他心眼那么小，还开不起玩笑，活该他失去你这么好的女朋友。要我说，芊芊，你不如跟我……徐大海话还没说完，苏芊芊猛然一巴掌甩在了他的脸上。不准你这么说泽言！徐大海直接被打懵愣在原地，瞪着大眼，满脸不敢置信。你走吧，我们不要联系了。苏芊芊决然道。我站在不远处看着好戏，也不知道他们是演戏还是真的。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，反正我马上就离开这里。此时悲愤欲绝的徐大海不知怎么发现了我，他怒吼着朝我发泄。顾泽言，都是你，苏芊芊才变成现在这样。说完就冲过来，似乎要朝我动手。我冷眼看着他，这一次决定好好教育他，刚撸起袖子又放了下来。这一次不用我动手了。一辆车疾驰而过，徐大海怒火中并未发现危险，然后高高飞起，往外翻滚了好几米远。有医生吗？要出人命了！司机慌张地下车查看，连忙拨打120，周围也聚集了不少人，现场混乱不堪。医者仁心，我并不是不想救，而是依我的判断就不活了。我摇了摇头离开，叹了口气，可能人各有命吧。而苏芊芊也根本无暇顾及徐大海在人群中搜寻我的影子，可我早已悄悄离开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3个月后，我在偏远山区立足，有了乡镇的补贴，义诊导也做得很不错。一日，我接到一通电话，是闺蜜打来的，她告诉我，自从我离开后，苏芊芊精神就不对劲了，经常漫无目的的在街道上游荡。徐大海在医院没挺过1天就离开了，他也没去看，只是在找些什么，可什么都找不到。直到上个月，他彻底失踪，留下了一封信。闺蜜将信的内容念给了我。当你看到这封信时，我可能不在了。我深度抑郁，我知道我走不出来了。我不怨任何人，也没有资格埋怨任何人，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。我弄丢了你，也弄丢了整个人生。对不起，我没脸去找你。对不起，老公，希望来世我还能找到你。我默默地挂断电话，内心平静地给下一个病人诊治。作为医者，我见过太多痛苦的人，苏芊芊的事情，我只能说很遗憾。希望来世她能好好爱自己，别来找我了，各自安好就行。